其实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我在他心里到底是什么位置。我觉得我已经够宠着、够顺着他了，可是他还是不知足。难道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就会变淡吗？他什么都不会做，还总要求我这样那样，这太不公平了。如果不公平，也是他对我不公平。现在我对他好失望。这一段关系当中，让他们改变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王29岁，来自陕西 ，KTV 职员；女嘉宾小曹25岁，来自重庆，自由职业者。来，有请两位。愿意在我们的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愿意。愿意。谈恋爱多久了2年了。在哪儿认识的？我看一个陕西，一个重庆的。在重庆，他在网吧里面当收银员，就上网，然后就认识他了。谁追的谁呀？我追的他。关系好吗？开始还好吧。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好了？我发现他最近对我的态度有点冷淡了，他总是背着我藏钱。哦，藏私房钱？就拿上次我来说嘛，我妈妈不是到重庆这边来玩嘛，顺便帮我们收拾了一下房间。他一回来就到处问你收拾的东西到底扔哪去了，然后妈告诉他还在阳台没扔，他就跑过去到处找到处翻，从什么鞋盒子啊，连袜子里面都找出钱来，我就看着很气愤。那我藏钱不是为了以后过更好的日子吗？那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应该互相信任啊，现在才1、2年你就藏钱。那我不藏钱，钱都不被你花光了嘛？因为就从刚开始的时候认识之后，然后他就没怎么工作了，然后我就给了他一笔钱，开了一个服装店。刚开始的时候呢，经营还可以，然后后来不是出了个什么电视剧嘛，然后他就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剧，一天也不出门。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导致店被关门了。那我刚开始的时候不也挺积极的吗？然后店里就我一个人打理，就觉得挺累的，我就稍微在家里休息了一段时间，就这样。哦。那后来不是因为经营不善导致关门的吗？后来都没有生意了，如果我再不把店转出去的话，那岂不是全亏了？我最后还不是给你剩了一点吗？他投了多少？你剩了多少？投了大概10多万吧，转出去之后还有3、4万块钱左右。还好，没有血本无归啊。后来呢？然后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我又给了他一笔钱炒股。刚开始的时候，我给他说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然后买哪一只卖哪一只，然后刚开始他都听我的啊。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不听话，他就自作主张。我买的时候不是后来也拿回钱给你了吗？也挣了钱给你的呀。那如果你听我的，你会亏吗？会亏钱吗？那这个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我也不想这样，对吧？那如果你听我的，你会亏吗？也许亏得更多。然后后来反正他我不是没上班嘛，然后他后来就每个月就只给我1000块钱的零花钱，然后信用卡这什么都给我停了，也不让我用了。这都不讲了。然后有一次他回来给我讲，他说他看上了一件那个貂皮大衣，让我给他买。我开始答应给他买，然后后来说3万多块钱，我说这么贵我怎么可能给你买？他瞒着我，刷了我信用卡里面3万多块钱。当时接到那个短信我就疯掉了，我马上就跑回家了。但是你知道一个女孩子嘛，反正谁不想要一件那样的衣服嘛？那有钱的时候我还是肯定会给你买，但是现在没有钱了，没有钱你透支我信用卡3万多块钱我怎么办？那我这件事情后面不是给你道过歉了吗？那道歉有用吗？那钱都没了呀。姑娘，你为什么不上班呢？我现在在找工作，上了班啦，现在找到一个服装导购嘛，在上班。自己老板不做，非要给别人打工，也是有性格啊。你们接着说，后来呢？其实我最后还是因为那件事情才伤心的。就是我不是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嘛，开始的时候他还陪我去检查呀，什么还关心我啊什么的，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发现他每天都回来很晚，要么回来就睡觉，也不关心我一下。那你不知道我作业常常每天回来是很晚啊？你也知道怀着孕一个人在家里面，你不知道问候我一下吗？那你一个人在家做一个人的饭不可以吗？每天回来还要我给你做饭？那我前面有一次不是出血了吗？检查说不能做家务，也不能站得太久，这样会对身体不好。那你不能做家务，一个人做一个人的饭不可以吗？又没让你给我做饭，对不对？那我也不想着等着你回来呀，我每天都等着你回来。行。我也想你多陪一下我呀。这孩子呢？我关注孩子。孩子就最后掉了。做饭做的？不是，然后后来是因为他每天回来就只对着他的那个手机。
然后看什么的乱翻，我就怀疑他嘛。他说是客户啊什么的什么，我半夜3更回来了还聊什么客户呀？那我跟朋友聊 QQ 不可以吗？聊微信不可以吗？反正我心里面始终就有个怀疑态度。啊。然后后来我就叫我的好朋友嘛，然后加他嘛，试探下。后来我女朋友告诉我，他跟我女朋友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说他有需求。那我这个不是没见面吗？我怎么知道你那时候有没有跟其他的外面的异性怎么的？我也只能通过我的好朋友这样试探了一下才知道的呀。那我什么样子你不了解吗？对不对？但是那段时间你回来对我的态度真的让我无法接受那因为那段时间我工作忙啊，是不是？你再忙，你回来我怀着孕啊，总应该关心我一下吧。后来呢？后来孩子是因为就那次他晚上回来喝多了有点，然后他就强迫我了嘛，然后就那次孩子就没了。哦。对于这个事情，后来我也给他道过歉了，我也非常后悔，因为那天晚上确实。道歉有用吗？道歉有用吗？孩子都没了。因为我那天晚上确实也喝多了。所以说我就觉得这让我很对他很失望，所以我就想跟他分手。毕竟在一起2年多了，我还是爱着他的，就是想留下他。你爱他？对。你爱着他，跟他好姐们儿暧昧？没有。约了吗？约了。跟人表达了吗？没有。没有，他姐们为什么说有啊？人家要破坏你。我不就约他出来吃个饭嘛，结果他也没出来呀。哦，没出来。对。为什么约呢？说一个比较奇葩的问题，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1、2个月，你可以吗？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很荒唐。哪一个做丈夫的没有经历过自己老婆随意怀胎？都像你的话，天下大乱了。这是你的品质有问题。对，你是舍不得他。是的。还是说你现在找不着新女朋友？舍不得。他有哪些好呢？他虽然没有上班，但是家里面的，基本上家里面的内务基本上都是他在打理啊，很体贴。他体贴。对。还有别的吗？因为我一直爱着他。你相信他会改变吗？我不知道。不知道，所以疑惑，但是又有点舍不得，是这意思吧？是吧？那应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是怎么说的，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刚才讲了你那个藏钱，小王这个钱倒还真的藏得很有水平，但他也真的该藏起来。小曹呢，你那个圈套设的也蛮有水平的，最后你还真的上钩了，这个也就说明你确实在这个问题上你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我想我在说你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核心所在。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最愚蠢的问题，就叫做你为什么不爱我？小曹，你真的不知道答案吗？我不知道。我此刻真的不同情你。孩子掉了很可惜，但你们2个人现在这样的状态，不适合要孩子有孩子，否则会害了孩子。因为你这个做妈的，你根本还没有长大。一个女人为什么要靠一个男人养着？这是你很显然存在的问题。不工作，还不断的乱花钱，这是永远不会有家庭地位的。事情一码归一码，在你怀孕期间，他的那个行为我们要谴责他。真的，作为一个男人不应该这样，但作为一个女人，你也要反思。他不是你的长期饭票，哪怕他给了你这样的长期饭票，他也是轻视你的、蔑视你的、看不起你的。久而久之，他讨厌你了，当然不爱你了。我希望你真的自己看到这个问题。其实嘛，我也是一个女人，我也感受到小王的心声。因为要是换的是我是一个男人的话，我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就是拿了那么多钱去开店，但是你都把它花掉了，其实心里边怎么说也有点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女人嘛，有自己的事业才能抬起头做人。我觉得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只不过是一个懒惰的女人遇到了一个自私的男人，各取所需在一起。
如果有爱的话，请问女孩，你会这么坦然的不为你们的爱付出吗？管他要钱，把他的钱花得如同身外之物，真是身外之物，不是你爱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没有钱，然后还要刷信用卡透支，也要赖在他身上，汲取他的所有的对于你价值的那份东西，而你认为这是爱，多么可怕的事情！没有结婚住在一起，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没有任何这种责任感，对自己的负责，对自己的自爱，以及对下一代的那种责任感，你配做妈妈吗？你恋爱都不会，你觉得花对方的钱，对方就是爱你吗？靠自己自强自立独立才能得到对方的爱，否则你连自尊都没有，人凭什么来爱你？自己都不爱自己，还要让别人爱吗？男孩，为什么说你自私呢？因为你肯定不是爱他。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要有自控能力，人要懂得去爱。人可以为了爱，可以忍一些动物忍不了的事情，因为他爱这个女人。你爱吗？你根本就不爱，经不住诱惑，耐不住寂寞，你来试图挽回她？你是想挽回自己花出的那些钱换来的工具，还是来挽回爱呢？你们之间有吗？如果有爱，你就不会刚才问出那一句。当你心中有爱，你就知道自律，你就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所以你们之间既然没爱，何必要在一起呢？我的建议就是分开吧。好，谢谢曲总。涂老师，我赞成一个男人要具备养自己心爱的女人的能力和责任，但是并不代表你可以由此恃强凌辱，所作非为。一个女人也可以被自己心爱的男人养。
是的。老师们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时间，希望两位能够好好的反思和反省一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只想说，对于那一次的事，的确对不起。虽然刚开始你花了我那么多钱，但是如果没有了你，我挣这么多钱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还是爱你的，希望你不要离开我。其实我现在对他还是有那么一点，因为毕竟他，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还是很开心的，从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只是说有时候想着这些，会让自己很接受不了。好，时间到。哎，两位交换一下箱子。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关门，请关门啊！有点可怕，挺让你有点那个绝望感和无力感的。但是我一直在说，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些思考的角度，因为生活呢，还是要别人两个人自己来过的。好了，接下来一起数5个数，5、4、3、2、1，请开门。哎，男生说，这个鞋垫是你亲手给我做的，就刚才我拿那个鞋垫，不管什么时候我都穿在脚下。过去的事都是我错了，孩子没了我也后悔。这得多自恋一个人才能写下这样的文字啊！这是我亲手买来的小肚兜，我买给咱们下一个孩子，就让我们重新来过吧，原谅我啊，就是一份忏悔呗，是吧？是的。平常东西都是别人买是吧？所以写这东西都得用亲手。来，两位请站在这儿来。感谢布隆暴龙眼镜为牵手成功的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喊开始，自己喊停，好吗？来，开始。停。选择幸福，选择亚萨河来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来，有请。好，谢谢你们俩，请回啊。虽然心里面还是不那么愿意，但是既然你们自己选择了生活，那希望你们能对生活负责。我们就当是曾经年少、曾经无知的两个年轻人，通过今天，他们愿意为自己、为对方、为生活负责任了。在这个角度上面，那我们还是愿意送出我们的祝福。接下来的时间送给两位，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我会努力让你成为最幸福的新娘，亲爱的，嫁给我吧。其实有时候我脾气也不好，我也会努力改掉自己的一些坏的习惯，然后我们以后就好好在一起吧。愿意对生活负责任吗？愿意。愿意好好的待他吗？愿意。别再胡来了，好吗？谢谢。回吧。